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什么家伙？杨紫成立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注册资本300万，杨紫持股90%。吃蛋糕惨案还在肆虐，作为当事人，杨紫已经成立了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开始布局业务。很多人直出好汉，说自己还准备吃瓜，人都成了老大，做高低立马出局。难怪人们这么嘲讽自己。其实很多明星都选择开自己的公司赚钱，比如张艺兴也成立了公司，这样不仅有利于工作，未来的多元化也很有帮助。据悉，杨紫成立了这家主营文化娱乐的公司，注册资本高达300万，杨紫持股90%，是名副其实的老板。杨紫从小出道就在娱乐圈打拼多年，积累了丰厚的财富。300万对杨紫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相对来说，杨紫在娱乐圈开公司也比较晚，很多明星一开始就已经开始布局了，但是大部分都已经宣布破解失败。杨紫选择这个时间开公司，肯定有其深意。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是杨紫工作室之外的第一家公司，也就是说，杨紫对这家公司拥有100%的实权。但相对来说，这家公司未来会和杨紫关系密切，很多名人娱乐圈的艺人都会选择挂羊头卖狗肉来躲避突发事件。杨紫似乎这样做了，这似乎预示着她将开始在商界崭露头角。在她自己的公司里，杨的第一笔生意会是什么？大家都很感兴趣，如果只是为了品味，那就没有意义了。眼下，杨紫对于自己开公司的事情一直闭口不提，要不是被八卦媒体扒出来，杨紫估计早就瞒着了。公司的成功已经大获成功，公司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也有规划，无论是培养艺人还是其他方面的发展，相信杨紫心里都有一个清晰的规划。但在任何之前成绩，杨紫开公司不会引起太大的风波。剧中的五口之家，除了尤浩然在娱乐圈发展缓慢之外，宋丹丹、高亚麟、杨紫、张一山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一个人打架的能力很强，无论是演技还是个人实力，都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转眼间，家里的孩子们都长成了大人，突然曝光了杨紫开公司，网友纷纷感叹时光飞逝。02童话剧的魅力何在？杨紫还能保住仙女一姐的地位吗？近2年，随着国内娱乐圈的竞争持续激烈，仙人偶圈的竞争更是白热化。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近2年的现象级剧似乎已经变成了神仙木偶剧的世界。之前有85后杨幂主演的《狐妖小红后》和赵丽颖主演的《凤凰同行》，之后有90后杨幂主演的《七福》和长月白鹿主演的《灰烬明》。神仙剧是多么的吸引这么多明星向往。尤其对于女艺人来说，能够出演现象级的神仙木偶剧，可以让他们的事业一飞冲天。另外，在投资方面，神仙木偶剧可以说是典型的低投入高回报，而神仙木偶剧可以不受历史、背景等因素的束缚，对演员和演员的宽容度更高。剧情，毕竟观众的审美和知识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历史剧。背景或情节与历史现实相悖的剧，后果可能是非常惨烈的。比如前段时间杨紫的剧，因为服装和剧情的严重偏差被观众抵制，最终不得不下架货架。当然，一审容错度低只是神木偶剧火爆的部分原因，但还有一大因素是神木偶剧非常善于造星。2015年，《花千骨》成为首部在线播放量突破200亿的电视剧。2017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源》仅上线12小时就突破6亿。2018年，香蜜 S 热播后挥尽如霜，饰演男二的罗云熙走红，跻身2线男星之列。2020年，琉璃走红，男主成为易烊千玺得到了与杨紫合作的宝贵机会，将一个半秘密的艺人变成了正在进行的小精灵表演的专业替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重要的。尽管如此，校对人员承认正在进行的小精灵模型秀不能真正变成媒体的相当标准，或者他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大多数本土媒体都在迅速发展，只是一般来说，伟大的和指示性的作品真的可以真正受到人群的喜爱。尽管如此，根据目前的本土情况，
实际上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情况，这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总而言之，像小精灵人体模型这样的作品，特别展示了所有意图和目的，就像食谱一样，然后为了利益而挂得很紧，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确实有一种快速的方法可以带来现金，那么谁可能会决定尝试不同的东西？这非常重要。结构微妙。在这里，经理同样需要谨慎地问大家，具体来说，您是否认为香蜜沉浸如霜与现在的沉香木屑本质上存在特别大的对比，即相当重要？监制也一直在追剧，杨子庄的字面意思就是改组了，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发展。经理实际上肯定更喜欢杨子，而我在很大程度上想要相信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我通常的熟悉范围。综上所述，谁能不断地从事一种工作，这与流行的看法完全相反。我不太了解每个人对小精灵表演的持续普遍性的基本思考过程，这绝对与流行的看法相反。你肯定觉得这部剧沉香实如碎片特别精彩吗？欢迎留言多多细究。03在很大程度上是肖战的心上人，演出后必求迪丽热巴基本上是个大动作。第二种赵丽颖被网友称为卫视肯定显示年终脱身记录肯定这么狂野，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开场时，星韩特别精彩，特别是陈翔脆脆的表现在后面大放异彩。最后，特别是大名鼎鼎的小苍兰诀。校对者的字面意思是赵露思，她在星光熠熠中绝对是扮演了勇敢的女人程少商。说起赵露思，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吧，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赵露思，1998年11月9日在四川成都被带入世间，是中国内地大牌艺人。2017年参演穿搭情感秀《凤求凰》进入演艺圈，总体来说意义重大。2018年4月25日出演综艺网综情感梦网剧《安天皇陛下》，算是大举进入大众视野。皇帝陛下的工作，他也确实和肖战有过特别大的接触。从那以后，对肖战的怒火就隐隐约约的断断续续，直到赵露思微博承认肖战为大部分是在热搜上，黑粉们其实一直在骂赵露思占流量，但基本上是这样的，或者他们其实是这么想的。在粗暴和勾勒故事的人的控制下，赵露思引入了相当初级的大量相当黑暗的粉丝，这确实是相当重要的。尽管赵露思工作室后来从字面上解释说这是一张恶毒的照片，同时特别将报复性的谈话贩子带到法庭。尽管如此，他同样影响了这条街的恶名。之后，他和迪丽热巴合作出演了《长歌行》，并以相当二流的女乐演有效碾压了冠军迪丽热巴，对抖音的喜好量远超冠军迪丽热巴。赵露思同样有效地完成了这份理想的工作，非常出乎人们的意料。尽管迪丽热巴和赵露思基本没有怨言，但双方的粉丝却看到了一致的矛盾，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现在赵露思也是真的很会选剧本，那种过去的陈芊芊本质上是现在的一颗璀璨星辰，而星辰真璀璨的传承也让赵露思有些名气，尤其出乎大家的意料。剧中和吴磊饰演的凌不多本质上也是甜蜜的，而且 CP 粉居然有很多，出乎大家的意料。网友直呼没有无路能逃过吴磊赵露思 CP 名甜到爆了。赵露思持续的经历其实还是要慎重考虑的。网友称第二个赵丽颖，赵露思、赵丽颖和赵氏同姓，绝对意义重大。随后，不少网友纷纷表示，现在看到赵露就想到了赵丽颖，看到花千骨就引爆了，他们特别甜，而且大体上是实事求是。不足为奇，网友们说赵露思多半就是第二个赵丽颖，人称小赵丽颖。赵露思当然也被记录为即将到来的女明星之一，无论从意图还是目的来看，这都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